瑞寶還是更喜歡調皮逗妹妹。難道是下雪的灰寶更好玩了嗎？瑞寶居然一使勁把灰寶劃了出去。瑞寶好像又發現了玩妹妹的新的方法。飼養員還沒進來，就看到了一大把竹子。原來今天是圣西姨母在照顧瑞寶和灰寶。圣西姨母熱情地招待灰寶，讓他來嘗嘗竹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野马，今天又带大家来看宝家族了。現在因為瑞寶和灰寶一大早就會出門，所以說必須要早點來愛寶樂園，要不然會錯過很多特別精彩的瞬間。今天我也是一大早在門口排隊第一輪入場的。今天的第一輪是瑞寶和灰寶坐在一起吃竹子。最近室外都有積雪，瑞寶和灰寶很開心的在室外吃早餐。雖然瑞寶和灰寶在同一張小飯桌吃飯，但是他倆的坐姿還不太一樣。瑞寶又在半蹲着吃竹子，難道是因為無處安放的大長腿嗎？在室外場沒有玻璃，瑞寶和灰寶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，我們也可以清清楚楚地聽見瑞寶和灰寶吃竹子的聲音。所以每天瑞寶、灰寶在室外場的時候，都是大家很珍惜的時間。新的场地這塊大大的屏風正好可以給他們遮擋一下太陽，讓他們吃竹子的時候不會特別曬眼睛。當瑞寶前面的竹子一點點被清掉，才發現原來瑞寶今天不是半蹲着吃竹子，他像是坐在小板凳上吃竹子。瑞寶果然好聰明，還會坐小板凳。今天的第一輪限時5分鐘到了，是瑞寶和灰寶在室外場吃早飯的時間。趕緊跑回來第二輪。第二輪灰寶不知道去哪兒了，我只看到了瑞寶。換了一個方向才發現灰寶在天然冰床上睡着了，這感覺像是小時候在媽媽家一樣，喜歡趴在大大的冰床上。最近的瑞寶一到場外就很喜歡玩妹妹，這麼大的場地非要踩着妹妹過來，甚至瑞寶繞了一大圈，就為了調皮一下，又來踩了妹妹。灰寶抓住機會咬住了姐姐的後腿。躺在天然的大冰床上太舒服了，灰寶一點都不想動，像小海豹一樣在曬太陽，背上曬着太陽，天然冰床冰着肚皮，這就是灰寶同學幸福的小日子。瑞寶對雪表達喜歡的方式就是變得更活潑了。在院子裡到處走一走，瞧一瞧。但是相比起來，瑞寶還是更喜歡調皮逗妹妹。難道是下雪的灰寶更好玩了嗎？下一輪進來的時候，灰寶又跑到了小飯桌在吃飯。瑞寶繼續在小院子裡散步。又發現妹妹在吃竹子，讓妹妹不要吃竹子了，浪費時間，得趕緊在室外場多玩一會兒啊！瑞寶居然一使勁，把灰寶劃了出去。瑞寶好像又發現了玩妹妹的新的方法，瑞寶也有點驚到了。來看一下妹妹為什麼這麼絲滑。因為姐姐的調皮，灰寶也偷偷地報復了一下，然
然後就繼續情緒穩定地開始吃竹子。看瑞寶的表情已經笑出來了，玩完妹妹更開心了，繼續在小院子裡散步。灰寶也覺得要抓緊時間和姐姐在室外場多玩一會兒。瑞寶和灰寶分頭行動。又會在某一個時刻突然相遇。在瑞寶的帶領下，灰寶的運動量也增加了。健康的小熊們早晨要多多的鍛鍊，多多的運動。第3輪的限時5分鐘到了，其實這個時候就感覺他們也吃完飯了，在院子裡也散過步了，可能就要回家了，但是還是趕緊排隊去看一看情況。瑞寶居然把灰寶劃走了。果然下一輪進來的時候，瑞寶和灰寶已經回到了室內場。回到了室內場就要開始專心吃竹子了。感覺瑞寶最近對觀众小石頭們非常好奇，經常會走過來看看。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後，回到了小桌子開始吃飯。感覺瑞寶也是有自己的時間安排的，在室外場要多多的運動，多多的散步。回到了室內場就要開始補充能量，多吃竹子了。灰宝在另一邊小飯桌吃早飯，灰寶叼着一大把竹子要去哪？把自己吃過的竹子又扔到了飲水台，又給小水池泡了茶，這是灰寶自己給自己泡的竹葉茶。灰寶真的很喜歡往自己的飲水台裡扔各種東西，不過今天扔的還好，是香香的竹葉茶。上午連續排隊了3次。然後看到了瑞寶和灰寶在室外場3次，第4次的時候回室內場了。下一輪進來的时候，灰寶已經睡着了，他好像看着有點嫌棄自己的紅薯。這一位小朋友怎麼捂着鼻子睡着了呢？上午的瑞寶、灰寶，現在我吃完飯了又回來了。愛寶和樂寶還在度假中，所以說就直接去瑞寶、灰寶那邊了。我估計現在還在睡覺。进熊猫馆发现瑞宝和灰宝都在睡觉，而且没有换过位置。瑞宝中途换了一个睡姿，又重新睡下了。灰宝也换了一个睡姿，变成小馒头了。今天会醒的比较晚一点感觉。瑞宝好像是要醒了，又好像是没醒。瑞公主第一次起床失敗，又睡着了。突然饲養员室的門打開了，飼養員還沒進來就看到了一大把竹子。原來今天是聖西姨母在照顧瑞寶和灰寶。聖西姨母熱情地招待灰寶，讓他來嘗嘗竹子。這時候瑞寶也醒了。回室內場的門打開了，灰寶還在假裝睡覺。
瑞寶也在假裝睡覺，瑞寶好像一個吐司麵包。室內場的門已經打開了，瑞寶和輝寶都不想回家。又是門打開了，兩個人就是不回家。下一輪剛進場，經常隔着玻璃看瑞寶和輝寶，突然這麼近看到宋寶，感覺有點怪怪的。宋寶又在假裝掃地，引起公主們的注意。我看了半天，只在場地裡看見了宋寶和笑得很開心的瑞寶。看來今天回家困難戶是瑞寶。宋寶已經收拾完了場地，還不斷地回頭看一眼瑞寶有沒有跟上。那肯定是沒有跟上，瑞寶還在不急不慢地喝水呢。喝完了水，瑞公主總該要回家了吧？室內場的門打開了，瑞寶也確實在往那個方向走了。突然回室內場的門又給關了，這是什麼情況？瑞寶也在等，這是什麼突發情況？回室内场的门又打開了，輝寶又從裡面偷偷地溜了出來。那這就可以解釋了，剛才是輝寶想要溜出來，宋寶想要阻止他，但是最後阻止失敗，輝寶成功地溜了出來。這事情就變得更複雜了。瑞寶和輝寶都收不回去了。看輝寶的表情，感覺他有點小得意。瑞寶就更過分了，已經在哈哈大笑了。瑞寶和輝寶成功躲過了回家。本来還在小房子裡玩得很開心的瑞寶，忽然發現一個問題，今天還沒有吃到小零食，他就着急回家了。瑞寶好像已經有了要回家的意向，但是問題嚴重的是，輝寶沒有回家的意向，已經變成一個小饅頭睡着了。理一下上一輪的情況，就是很複雜。先是瑞寶不回家，宋寶出來喊瑞寶回家，之後瑞寶要回家了，輝寶又溜出來了，輝寶溜出来了，在外面直接睡了，又不回家。下一輪進來的時候，宋寶應該是成功了，成功的讓瑞寶和輝寶都回家，換了新鮮的竹子回來。瑞寶和輝寶坐在一起，開始吃下午茶。瑞寶靠着自己的小房子吃竹子，輝寶手腳並用抓了一大把竹子回來。輝寶也開始喜歡躺着吃竹子了。輝寶果然是熊貓界很特別的一個，吃竹子都這麼特別，這手腳並用的有點忙。用兩個小手抓竹葉吃，用兩個小腳固定竹子。輝寶怎麼可以吃個竹子都這麼可愛？吃完了自己的竹子，又看上了姐姐手裡的竹子，把姐姐選好的竹子搶了過來。
瑞寶居然不急不慢吃着手裡的竹子，沒有把竹子立馬搶回去。原來是瑞博士早有計劃，不用着急也可以把竹子吃回來。在下一輪進來的時候，輝寶從我們面前走過，又和姐姐會合在一起吃竹子。瑞寶和輝寶吃飯的消遣就是看看觀眾小石頭們都在幹什麼。瑞寶邊吃邊觀察。下一輪進來的時候，這是哪一位小朋友的屁股？瑞寶和輝寶已經吃完了下午茶，開始在院子裡散散步。瑞寶又開始打哈欠了，吃飽了又有點困了。輝寶睡得有點突然。瑞寶又開始研究這扇牆，我們的瑞寶又長高了一些。今天又是在研究什麼呢？瑞寶也不知道姐姐在研究什麼。瑞寶又很可愛地向我們走了過來。又去熱情地和觀眾姨姨們打招呼。打完了招呼，瑞寶也回到了自己固定的小床位。瑞寶也開始睡覺了。果然我們瑞寶、輝寶還是好奇寶寶的年紀，這兩期都特別的活潑和可愛。那下一期見，再記得點讚關注我的頻道，拜拜。